玉儿，你先下去，我要单独和此人谈谈。待黄山少女退出后，韩立放出神识扫视四周，确认无人，这才掐动法诀。一阵嘎嘣的爆裂声传出，他身形拔高数寸，面上青光晃动，显出了真容。真的是你，韩立？你知道我会来？你呀，叫我婉儿就行了。婉儿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比你那位新收的侍妾还耐看吗？侍妾？这你也知道？哼，落云宗的新晋长老，200多年就进阶的元婴修士，我怎会不知道的？好了，不用多说什么了。我并不是对你收侍妾有什么埋怨之意，我自己不也要嫁人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打算嫁给那人的？在回答此问前，婉儿想仔细问一下，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？是要阻止我嫁给那人，还是只想看看我就走？当然是带你走，我要你做我韩立的妻子。不管谁要横刀夺爱，都先问过我同不同意。你想得到美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？韩立嘿嘿一笑，没有分辨什么。你知道吗？当年在禁地，我失身给你后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将你斩成无数截，再挫骨扬灰。这么说来，我当年还真差点一命呜呼了。后来回到宗内，无论修炼还是打坐，总也无法摆脱掉你的影子。这时我才知道你已经成了我命中的魔障。消除魔障只有2种方法，一是我嫁给你，二是你从这世间消失。韩立听着南宫婉悠悠的讲述，神色随之变了数次。他这才知道，当年此女为他做了如此多的事情。后来我以为你十有八九陨落了，心魔也渐渐消退。再往后侥幸凝结元婴，成了偃月宗的长老，一直到现在。那魏离尘是怎么回事？魏离尘，此人是个典型的伪君子，他的亲叔祖就是3大修士中的魏无涯。在我拒绝求婚后，魏无涯找上了我那位师姐。仅仅半年后，在我功法的轮回期内，他突然出手制住了我，逼我嫁人。原来你从来没有答应过婚事。其实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，在情感仪式上都是第一次，都有些陌生和畏惧。说完，南宫婉伸出素手，握住了韩立的一只手掌。没关系，不就是一块禁制令牌吗？他应该在你师姐手中吧，我去将他取来就是了，顺便替你出口恶气。我将他引到这里，然后我2人借助禁制之力，出其不意将他擒下。说罢，南宫婉重新坐下，闭上明眸，双手掐诀。片刻后，他身上冒出赤红色光焰，将他包裹其中。韩立则身形晃动，将一套套阵旗阵盘不停打入厅堂各处。主人，你唤我出来，就不怕南宫女主人吃醋？哼，你一个器灵有什么吃醋的？这次要对付元婴中期修士，需要你从旁协助。随后，韩立又祭出灵兽带，大片的3色噬金虫蜂拥而出，化为重云。他口喷金匣，将重云打入屋顶，使其气息全无，隐匿无踪。落日殿内，一名肤色雪白冰冷的女子接住了一道传音火光。这丫头搞什么鬼？竟然主动要见我！不过既然口风软了下来，过去看看也好。师姐，你进来吧。你让我思量的事情，我可以勉强答应下来，但有一个条件。齐师姐闻言大喜，不及多想，便大步走入厅中，却神色一变，闪电般向后抓去。那少女诡异一笑，身形化作黄光，没入了地中，只留下一件破损的衣衫。冰冷女子大惊，急忙向后飞射，却被一柄青色巨剑迎头斩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南宫师妹，这人是谁？师姐，你以为我会给你发动令牌，施法引发困心术的时间吗？韩立则单手一抛，银色小钟祭出，对着冰冷女子响起了嗡鸣的钟声。